上古时，3000世界多贫瘠，为了让人族不至于在巫妖大战中被灭绝，我们暗中送了许多人族部落去各个能住人的大千世界。李长寿心底一笑，怪不得如今3000世界如此繁茂，原来还有上古人皇背后操作。但不得不说，这确实是一步好棋。与吴刚商量了半日，也没有得出什么应对香火神国的妙计。世人认知不同，学识不同，对天地生灵的理解也各不相同。要从根本上改变香火神国这般局面，还是要从建立香火神国的西方教入手。李长寿也说起自己正在组建反西方仙道势力之事。吴刚言说此事可行，但不忘叮嘱道：若3000世界中大战一起，必是生灵涂炭之举。现如今的天地间，为敌的并非妖人巫，为敌的是仙与人。你是天庭水神，如今真正能影响到3界之人，望你莫要忘了初心，去平衡仙人之间的关系，让仙莫忘人族之根，方才可令人族长盛不衰，不为其他种族所取代。李长寿听罢沉思一阵，对吴刚做了一个道揖，郑重地答应了下来。成仙莫忘人族之根，这大概是只有上古经历过那般岁月的人族高手才能给出的教诲吧。铿锵的伐木声再起，李长寿驾云与灵珠子会合，笑问：刚才我与吴刚前辈的聊天，你可听到了？灵珠子眨眨眼，羞愧地做了一个道揖：师叔莫怪，灵珠子刚刚只顾看吴刚前辈的动作，并未仔细去听。总感觉我的头顶写了一个微字呢。太乙真人正提着9龙神火罩在赶来的路上。不能慌，还不能确定。李长寿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的笑容充满了长者的慈爱关怀，柔声道：来，随我去广寒宫中。灵珠子眨了眨眼，随着李长寿摸去了广寒宫门前。李长寿在怀中拿出2面铜镜，但是犹豫了一下，又将铜镜给塞了回去，令灵珠子向前叫门。灵珠子落在白玉阶上，抬手刚要叩门，广寒宫的大门却被人从内拉开，一名灵巧的少女转了出来，好奇地看着外面。那一瞬，四目相接，左侧是清秀英朗的年轻男子，一身银白锁子甲，目蕴星海，眉眼带笑，恰似少女梦中的少年郎，让人奏一曲哀愁，愿去苦苦等候。右侧是面容俏丽的俊少女，头上戴着兔耳朵发饰，脸蛋儿可爱动人，大眼明媚晕光，一双修长纤细的小腿颇为有劲儿。此刻看到灵珠子都不由看呆了。从李长寿的视角来看，两个人此时四目相接，刚好符合一见心花绽放的路子。少女玉兔已经是俏脸绯红，呼吸都变得十分的浅淡了，而灵珠子面无表情。天庭水神来访，冷漠且淡定。少女玉兔猛地哆嗦了一下，踮脚看到了李长寿的身影，唰的一下直直跳远，口中喊着：主人，水神打上门来了！灵珠子眉头一皱，侧身等李长寿向前，还有些不满的嘀咕：当真没有礼数，也不知对师叔您行礼再进去。李长寿努力地保持着笑意：灵珠子，你如实回答师叔，你见到这少女的第一眼，心底冒出的念头是什么？灵珠子仔细的思索，脸有些发红了。莫非这身子骨如此纤弱，我一拳下去也不知他会不会吐血。李长寿一口气息差点走岔，自毁了这一具指导人，送给了灵珠子一个温暖的眼神。李长寿低头迈步进了广寒宫，心底由自有些不甘心。与恒娥见面的时候，李长寿也在观察灵珠子的反应。
恒娥之美，美绝人寰，此时也是本体外出相见，精心打扮了一番。刚一现身，就令百花齐绽，让广寒宫增了3分美色。饶是李长寿道心坚如磐石，有白眉老了系列法器镇压，犹自有3/4左右的摇晃。灵珠子很淡定，出人意料的淡定。无论是直视恒娥，又或者是为李长寿正式介绍，与恒娥行礼，都是无比的淡定，颇给他这个师叔长脸呐。但是李长寿的心底担忧更深了一些，于是李长寿与恒娥寒暄几句，就请恒娥派玉兔带灵珠子在广寒宫中随处逛逛，暗中观察灵珠子的表现。恒娥自非寻常仙子，传声问：水神大人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在担心你这失职？不错，此次前来是有事相求，并未完成此前与仙子的许诺。那事难得很，你能记得已是让我无比欢喜。有事水神您吩咐就是。我需要一缕玄阴气，听吴刚前辈说仙子这里有一些存货。恒河眨眨眼，俏脸莫名一红，在袖中拿出了一只宝囊，又将宝囊打开，纤手在其中搅拌了一阵儿，摸出了一只精美的方盒，递给李长寿。都在这里了。李长寿有些不解，仔细地感应了一下，额头挂满了黑线。这脂粉，玄阴气混杂的女子脂粉，这还能用吗？自然。恒娥说起这个，不由就神采飞扬。阴属的宝物对女子都很滋补，玄阴气也是这般。你看我现在的皮肤这般光滑有弹性，就是用了这种秘制脂粉的缘故。这里面还有玄天极阴玉、九阴真灵冰等等极品宝材碾成的粉末，又用9万年份的温阳泉泉水进行调和，最后筛除阳气，只留阴属之精华，护肤保湿效果绝佳。这个您别这么看我，这不是3界第一美人这种称呼，也不知是哪个好事者取的，搞得人家压力很大。不愧是浪前辈的弟子啊，给我的感觉果然很亲切啊，像极了上辈子某专柜的推销员。正此时，广寒宫深处突然就传出了一声尖叫。李长寿和恒娥对视一眼，就听唰唰2声，两个人几乎同时消失在湖边楼台。李长寿用的是拿手遁法，看似是与恒娥同时出现在广寒宫某个角落，但是实际上却比恒娥慢了1分。看前方，玉兔少女跌落在地上，花容失色。那灵珠子撕开上半身铠甲，怒吼一声，大威天龙，一记铁拳将那一条巨蟒长着鸡冠头的脑袋砸扁。恒娥想要阻拦，却已经是有些来不及了。李长寿纳闷道：这个地方养蛇作甚？恒娥的俏脸略微泛红，多多少少有些不好意思，对李长寿眨了眨眼，自是为美容计了。还好在遇到危急情形时，灵珠子能够不假思索地挺身而出，站在玉兔少女身前，也算是有所担当了。其他的问题还是要继续观察，尽力的干预，实在不行呢，也只能够给予尊重了。广寒宫大门处，道道仙石关注中，李长寿带着灵珠子迈步而出，前者白眉白发，面带慈祥笑意，后者换上了一身青色道袍，昂首挺胸，跟在自家师叔的身后。不少偷偷探查此地的天降仙神仙子们陆续的发现了一个关键点，这年轻人怎么换衣服了？恭送水神大人。恒娥温婉的嗓音自大阵中飘出，她带着少女玉兔站在宫门之外阵法光壁之内，
双手交叠于身前，对李长寿盈盈一礼。李长寿转身还了一礼，朗声道：今日多谢星君相助，若是星君得空，也去我水神府坐坐。我家师侄与星君侍女颇为相近，这位玉兔仙子若是闲来无事，也可随时来我水神府中。玉兔明显哆嗦了一下，低头不敢看水神的容貌，横额柔声道：多谢水神相邀，却也并未多说其他。李长寿轻轻地甩动着拂尘，脚下生出一朵白云，带着灵珠子朝着太阴星外飞去。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，恒娥站在广寒宫大门前静立许久，双目有些出神。而这一幕被天庭的众仙神瞧见，话题开始持续跑偏。恒娥仙子好美呀，似是对水神有些非同寻常的想法。送水神离开后啊，在广寒宫宫门前静立许久。恒娥仙子之姿，当真不愧3界第一美人，八成已是对水神倾心，这也算是一段佳缘呢。什么？水神与恒娥仙子好上了？进广寒宫中再出来，衣服都换了。李长寿还未驾云回到水神府呢，天庭各处已经传遍了此事，这版本是五花八门，越来越离谱，甚至已经有天庭记录员开始在自己的同镜直播中讨论此事，引来了不少的关注。身为当红天庭记录员的卞庄，这方面的消息呢肯定是无比灵通啊。李长寿还没有回到水神府呢，卞庄就已经听闻了数条传言，在天河畔头仰头长叹，默默流泪。昨日刚从龙宫回返天庭，此时心情正舒畅的敖乙纳闷之余，破例地关怀了一下卞庄。怎么了？成熟男人的崩溃大概都只是在一瞬。卞庄突然就嚎啕大哭，扭头看着敖乙，眼泪从鼻孔子里面流了出来。水神大人，恒娥仙子。此前一直专注于修行的敖乙顿时满头的问号。我输了。卞庄擦了擦眼泪，嘴唇颤抖着。我这段无疾而终的姻缘，最终败给了权势、地位与名望。水神大人给了我现在的一切，我总不可能忘恩负义，去圆水神大人争恒娥仙子的芳心。这份虽然还没发生，但在我心底已经缠绵悱恻的感情，我退出了。敖乙整个人被黑线给吞噬，嘴角一阵抽搐。有病。是，我是害了治不好的相思病。卞庄颓然一叹，低声道：自古多情，空余恨。敖乙的目光看向侧旁，淡定地打断了卞庄的吟唱，淡然道：教主哥哥此前对我说过，好像有意提拔你为300嫦娥的副教习。卞庄精神一振，双手抹了一把脸，那眸子绽放着璀璨的光亮。真的假的？敖乙再也忍不了了，真龙抓手，飞龙在天。卞庄惨叫着化作了天边的黑点，飞了一阵儿，才远远地落在天河下游，最后背部向上浮了起来，渐渐飘远。敖乙想了想，拿出一面铜镜，收集了一些相关的传言，及时送去了水神府中。李长寿听闻此事，却只是微微一笑，早在意料之中。他本是想用此前那谣言粉碎机的天地碑证明一下自身清白，但又考虑到这种事儿是越描越黑，表面上把事儿给压下去了，反倒是会被当成自己默认此事。这般传言飞一会儿也是无妨，自己不过是指道人在天庭，还能做何事啊？稍后不去广寒宫，流言蜚语不攻自破，而且还可以趁着这一波谣言为天庭竖起第2个招牌，3界第一美人。超级天兵计划的作用十分的显著，有秦玄雅的活跃，天庭的崛起，得来了一批又一批散仙加入天庭天兵天将之列。甚至最近呢，准备提升一下天庭的最低门槛，从元仙境初期提升到中期。虽然此时的天庭依然只是洪荒第4势力，总体实力排在道门、西方教、中神州仙宗之后，
但天庭之名已经是传遍了洪荒天地。无人知天庭的洪荒时代早已经是过去式。接下来与西方教争夺3000世界，也能进一步提升天庭在3000世界中的影响力。李长寿站在天地之外的角度去审夺天道大兴天庭的轨迹，从中也得出了诸多感悟。天庭崛起不能单单依靠封神大劫，从天庭内部制度的完善、外部威望的提升，到天兵天将的招纳组建、万灵的认可，这些都是大兴的基础。李长寿成为这个过程的助力，既得了好处，也帮天道天庭做了不少事。那人已成为天道演变不可或缺的一环。突然又想到了女娲娘娘的这一句话，李长寿不由一愣，联想到自己被扣2次功德之事，心底又不免多了一些不安。哎呀，这天道不会真的就要卸磨杀驴吧？还是要多想几条后路，现在这几条明显不够稳妥。水神府书房中，李长寿开启一支天降模样的指道人，将那盒从各种意义来讲都无比珍贵的脂粉送去孔宣处。李长寿好歹也算是炼丹一道的小高手，在这脂粉中分辨出了众多宝材，算了算其价值，勉强相当于2颗9转金丹。哎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这败家的女仙都长成这样了还不满意，咋不把先天10大灵根炖成这个美容养颜汤呢？李长寿暗道几声可怕，这一具指道人坐在圈椅之中，缓缓闭上双眼，心神挪去了旁处。